你是否曾在某个深夜，对着电脑屏幕上闪烁的光标，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：我这一生，难道就要在无尽的会议、复杂的汇报和永远也处理不完的人际关系中度过吗？我们这一代人，似乎从小就被植入了一个固定的程序：好好读书，考个好大学，找份好工作，然后像一颗精密的螺丝钉，嵌入庞大的社会机器，日复一日，运转不息。我们被称为公司人，我们的价值似乎总由职位、薪水和公司的名望来定义。但你有没有发现，风向正在悄然改变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宏大的组织叙事中抽身，选择成为一个微小的个体，开创一门属于自己的一人生意。他们不追求上市敲钟的辉煌，也不迷恋动辄100人的团队，他们就像城市里的隐形冠军，一个人，一部手机，一门手艺，活得自由而丰盛。这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清醒的选择。这是一种全新的生存哲学，与其在别人的故事里扮演一个配角，不如亲手写下自己的剧本。今天，我想和你深入地聊一聊一人生意这件事。它不仅仅是关于如何赚钱，更是关于我们如何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确定性，如何将热爱与事业融合，最终如何一个人活成一支队伍。内容很长，但我保证，它会是你今年读到的最值得花时间思考的节目之一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关于个体崛起的深度探索之旅。第一章：为什么一人生意是这个时代最聪明的选择？很多人对创业的想象还停留在组团队、找融资、租办公室的宏大模式上，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据统计，超过 70% 的创业失败，根源并非市场或产品，而是人，那个你曾以为可以同舟共济的合伙人，那些你曾寄予厚望的员工。合伙，合的不是钱，是命。一旦命数不合，再好的生意也得散伙。团队本应是放大器，却常常变成了内耗的源头。无休止的会议，推诿的责任，复杂的人心，这些都像一只无形的手，扼杀了创业最初的激情与效率。而一人生意则从根源上规避了这一切。它像一艘轻巧的快艇，让你在商业的海洋里拥有了无与伦比的优势。极致的决策效率，你的想法就是公司的战略，从决策到执行，中间没有任何延迟。今天想到一个点子，明天就可以上线测试。这种速度是任何大公司都望尘莫及的。极简的运营成本，没有办公室租金，没有员工工资，没有复杂的行政开销，你的每一份收入都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。这种轻资产模式，让你在面对市场波动时，拥有极强的抗风险能力。无限的个人自由，你可以自由安排工作的时间和地点。今天想在咖啡馆办公，明天想去海边寻找灵感，都由你说了算。你的人生不再被一张考勤表所定义。我认识一个叫阿哲的95后男孩，他就是一人生意的忠实践行者。他原本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，每天被各种改稿和开会折磨得身心俱疲。去年，他毅然辞职，开始做情绪手机壳定制。他的手机壳设计的不是图案，而是心情。比如，
今天不想上班系列，内心正在下雨系列，电量1%，但社交能力100%系列，每一个都精准地戳中了年轻人的情绪基点。他就一个人，负责设计、运营社交媒体、对接工厂。当被问到最大的感受时，他说了4个字：不用开会。这4个字背后是无数职场人说不出的辛酸。阿哲说，现在我的每一个想法都能在24小时内变成产品，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我的设计理念，市场会给我最直接的反馈。如今他一个人月收入稳定在3万以上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找回了对设计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掌控感。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最好的团队就是你自己。第2章，6条黄金赛道，总有一条属于你。那么，到底哪些生意最适合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干呢？我为你梳理了6条被市场反复验证过的黄金赛道，它们就像一张藏宝图，指引着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。赛道1：内容创作，将你的热爱铸成影响力。这是个体崛起时代最性感也最公平的赛道。只要你有一份热爱，并能持续地分享价值，你就有机会脱颖而出。模式：写作、视频、播客、漫画、音乐，形式不限。核心：找到你的超能力，那个你比大多数人都懂一点、爱一点的领域。我们来听里昂的故事。一个前银行职员，他发现很多人对金融有极大的兴趣，但又被各种专业术语吓退。他的超能力就是能用大白话把复杂的金融概念讲得像段子一样有趣。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，3分钟原则。每个视频绝不超过3分钟，只讲透一个知识点。比如，什么是可转债？基金定投的微笑曲线到底是什么？他从0到50万粉丝，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一套精密的内容算法。选题来自用户，他每天花大量时间刷评论区和私信。用户的提问就是他最好的选题库。脚本死磕金句，每一期视频他都会刻意设计一个金句，让用户听完就能记住，并且愿意转发。比如讲通货膨胀，他的金句是：你的钱正在以你看不见的速度慢慢融化。数据驱动迭代，他每周都会复盘视频数据，哪个选题的完播率高，哪个封面的点击率好，都记录下来，用于指导下1周的创作。内容创作的本质不是自我表达，而是为你的用户提供一场信息按摩。他们哪里痒，你就按哪里。赛道2：技能服务，你的手艺就是最硬的通货。这是一个手艺复兴的时代，当工业化的产品让人审美疲劳，那些带着个人温度和独特记忆的服务反而变得弥足珍贵。模式：设计、翻译、编程、咨询、私教、手作。核心：将你的专业技能打包成可供交付的产品。王姐原本是一家公司的会计，工作严谨但枯燥。烘焙是她生活中唯一的色彩。她的厉害之处在于，她没有把这当成一个小打小闹的副业，而是用经营一家米其林私厨的心态来做。打造爆款单品，她不做大而全的菜单，而是专注做一款招牌提拉米苏。他花了3个月时间，测试了10几种配方，最终的版本连意大利的朋友
都赞不绝口。构建私域流量，他从不打折促销，而是用心经营自己的微信客户群。他会在群里分享烘焙知识、生活感悟，甚至组织线下品鉴会。他卖的不是甜点，而是一种邻家姐姐为你亲手制作的温暖与信任。创造仪式感，他的每一份甜点包装都极其精美，还会附上一张手写的卡片，上面写着一句温暖的话。用户收到的不仅仅是一份甜点，更是一份惊喜和关怀。最高级的营销，不是广而告之，而是成为用户生活的一部分。赛道3，微型电商在细分市场里做自己的小霸王，别再幻想做下一个淘宝、京东了。在巨头的夹缝中，小而美的微型电商正迎来春天。模式：细分品类选品、二手交易、代购、定制服务。核心：找到一个窄门，然后把它做到极致。那个在小红书卖闲置奢侈品的80后女生叫 Cici， 她的成功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精准定位。她发现很多女孩买了大牌包包，用几次就闲置了，想卖掉又怕被骗。而另一边，很多刚入职场的女孩想拥有人生第一个奢侈品，但预算有限。Cici 看到了这个信息差和信任差，她的商业模式看似简单，实则暗藏玄机。人格化 IP 打造，她的每一篇笔记都不是冷冰冰的商品陈列，而是像闺蜜一样分享这个包包背后的故事、搭配心得、保养技巧。她建立的是一个懂包、懂你的专家人设，极致的信任体系。她坚持只做正品，每一件商品都支持权威机构鉴定。她会把鉴定过程拍成视频，让买家看得明明白白。这种透明度是她最坚固的护城河。服务超越交易，她不仅仅是卖货，还会提供免费的清洗保养建议、奢侈品投资分析等增值服务。她让用户觉得在她这里消费得到的远比付出的多。未来的商业，所有的交易都将以信任为货币。赛道4，知识付费。你的经验是别人最想走的捷径。这是一个为认知买单的时代，你踩过的坑，你总结的方法论，都是别人愿意付费学习的宝贵财富。模式：在线课程、付费社群、咨询服务、电子书。核心：将你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产品。卖健身课程的教练，我们叫他阿 Ken。 他不是肌肉最发达的，也不是理论最权威的，但他却是最懂人性的。他发现90%的人办了健身卡都坚持不下去，问题不在于方法，而在于动力和陪伴。于是他的课程设计完全围绕这2个痛点展开。游戏化课程设计，他把1年的训练计划设计成一个通关游戏，每完成1周的训练，就能点亮一个徽章，获得虚拟奖励。这种及时反馈让人欲罢不能。保姆式社群服务，他建立了一个付费社群，每天亲自代练，回答问题，批改作业。他甚至会记住每个学员的昵称和目标。这种高强度的陪伴让学员感觉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结果导向的承诺，他敢于承诺，只要你跟练100天，身材没变化，全额退款。这种自信源于他对课程效果的绝对把握，也给了用户极大的安全感。知识付费
卖的不是知识，而是改变的希望和坚持下去的勇气。赛道5：特色中介，做信息大海里的灯塔。信息越多，筛选信息的价值就越大。在特定的复杂的领域，成为一个专业可靠的连接器，本身就是一门好生意。模式：留学咨询、保险规划、房产经纪、政策解读。核心：成为某个复杂领域的翻译官和导航员。那个做留学材料整理的大学同学叫小雅，他把一项看似枯燥的服务做成了一门温暖的事业。他发现很多学生和家长在面对繁琐的申请流程时充满了焦虑和无助。他提供的不仅仅是文书润色和材料整理，更是情绪价值。服务流程可视化，他设计了一张申请进度地图，让学生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走到了哪一步，下一步该做什么，极大地缓解了他们的不确定感。超越期待的附加值，除了本职工作，他还会主动为学生提供海外生活指南、面试技巧培训，甚至帮忙对接当地的学长学姐。他做的是一次服务，终身朋友。口碑驱动的零成本获客，他从不打广告，所有的客户都来自老客户的推荐，因为他深知在这个领域，信任比流量更重要。最好的中介不是赚取信息差，而是用专业填平信息鸿沟。赛道6：技术支持，用你的硬核技能解决别人的燃眉之急。技术永远是刚需，尤其是在这个数字化时代，一个懂技术的人就像一个拥有魔法的巫师。模式：编程外包、电脑维修、网站建设、智能家居调试。核心：成为那个关键时刻能解决问题的人。那个在小区群里修数码产品的小哥叫阿强，他的成功在于把技术和社区完美地结合了起来。他发现很多人遇到电子产品问题，送去官方售后又贵又慢，找路边小店又怕被坑。他看到了这个信任真空，建立邻里信任。他从不漫天要价，每次维修前都会把问题、方案、价格讲得清清楚楚。修好后还会多送一些实用的保养技巧。他修的不仅是电脑，更是邻里关系，打造个人品牌。他在群里的昵称就叫电脑问题问阿强。久而久之，这成了小区里的一个品牌。大家遇到问题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。服务产品化，他把常见的维修服务做成了标准化的套餐，比如电脑深度清洁套餐、系统重装优化套餐，让用户一目了然，选择困难症瞬间被治愈。技术本身是冰冷的，但服务可以是有温度的。第3章：从生存到发展，一人生意的进阶心法。当你选定赛道，迈出第一步后，你会发现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。如何让你的一人生意不仅仅是糊口的手段，而是能持续成长、穿越周期的终身事业？这里有5个关键心法，请务必牢记于心。心法1：低启动成本，先生存，再发展。永远不要用加法去思考创业，而要用减法。问问自己，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？哪些东西是可以被砍掉的？办公室、团队、豪华设备，这些都是脂肪，而不是肌肉。一个真正好的商业模式，应该像一把瑞士军刀，
小巧、锋利，功能强大。心法2：高毛利率。你的时间非常贵，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。如果你的产品或服务利润薄如刀片，那么你即使忙到飞起，也只是在用时间换辛苦钱。记住，你卖的不是产品，而是解决方案。你赚的不是差价，而是价值。努力提升你的附加值，让客户觉得为你付费是占了便宜。心法3：可远程操作，打破地理的诅咒。尽量选择那些可以数字化交付的生意。你的市场不应该局限于你所在的城市，而应该是整个互联网。这不仅能扩大你的客户群，更能赋予你数字游民式的生活方式，实现地理自由。心法4：易于自动化，为你的增长预留接口。当你的业务开始增长，你的时间会成为最大的瓶颈。聪明的创业者从第一天起就在思考如何偷懒，哪些环节可以用软件替代，哪些流程可以用模板固化，哪些非核心业务可以外包。学会利用工具和系统，你才能从做事的人变成设计系统的人。还记得那个做手机壳的阿哲吗？当订单暴增时，他没有急着招人，而是找到了一个可以一件代发的柔性供应链工厂。他只负责前端的设计和运营，后端生产发货全部外包。这让他既保持了一人公司的灵活性，又拥有了100人团队的产能。心法5：有成长空间，让你的事业成为时间的复利。最可怕的生意是越做越不值钱的生意，比如纯粹的体力劳动，你做得越久，身体损耗越大，价值却在递减。而好的生意应该像一瓶陈年的佳酿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香醇。你的个人品牌，你的知识体系，你的客户信任，这些都是可以累积的无形资产。你要做的就是不断地为这些资产添砖加瓦。第4章：终极心法，爱上那份一个人的狂欢。最后，我想和你聊聊艺人生意最核心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：心态。一个人创业是一场艰苦的修行，你将独自面对所有的不确定性，所有的压力，所有的孤独。你会经历无人问津的落寞，也会品尝自我怀疑的苦涩。但正是这份孤独，赋予了你无与伦比的礼物——专注。你不需要在复杂的会议中消磨意志，不需要在虚伪的应酬中浪费生命。你所有的精力都可以聚焦在一件事情上：如何把你的产品和服务打磨到极致。我认识一位非常成功的自媒体博主，他说：我享受这种孤独，因为在孤独中，我能听到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。我的创作不是为了取悦谁，而是我与这个世界最真诚的对话。当一个人开始享受孤独，他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。所以，请务必选择你真正热爱的领域，因为只有热爱，才能抵御漫长的岁月，才能让你在无数个想要放弃的瞬间，重新燃起斗志。当你的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享受时，你就不再需要坚持，因为你走的每一步都充满了乐趣。写到这里，我想起了乔布斯的一句话：你的时间有限，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。一人生意正是对这句话最深刻的践行。它不是一条轻松的道路，但它是一条通往自我实现的道路。
在这条路上，你既是掌舵的船长，也是唯一的船员。你将学会独立思考，学会承担责任，学会与自己和解。最终，你会发现，你经营的早已不仅仅是一门生意，你经营的是你的人生，是你的品牌，是你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印记。别再等待了，那个所谓的最好的时机永远不会到来。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，就是你读完这篇文章，内心涌起一股冲动的此刻。拿出纸和笔，或者打开你的备忘录，回答这3个问题：一、我最热爱什么？即使不给钱，我也愿意做的事。2、我最擅长什么？别人经常夸我，或者向我求助的事。3、市场需要什么？我能为别人解决什么样的问题？当这3个圆的交集出现时，那里或许就隐藏着你的一人生意的起点。